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题目谈一下为什么中国要对付 H&M 那么这家服装企业是个瑞典的服装企业我们先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24号上午10点。团中央的官方微博吹响了打击这个 H&M 的这个号角10点钟，他发布了一个这个 H&M 的声明那么这个声明其实是一个叫尽责调查的声明那么这个声明说他们不会采用新疆的棉花然后微博平台就把这条帖子团中央这个帖子放到热搜上面，然后就一片狂潮那么各大电商平台当天晚上就把所有 H&M 的产品都下架包括淘宝、京东、拼多多、唯品会都搜不到 H&M 的产品和店铺然后那个团中央他刊登的一个是什么呢？团中央刊登的是一个 H&M 集团关于尽职调查的声明这个声明其实是去年10月份发布的他当时这个声明说的是什么呢？他说H&M 深切关注来自民间和社会组织媒体的报道，其中包括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和歧视少数民族宗教的指控。我们严格禁止任何类型的强迫劳动在我们的供应链，无论是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如果我们发现并核实和我们合作的供应商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我们将立刻采取行动，终止业务合作然后我们所有的供应商都签署可持续发展的承诺那么明确说明我们对强迫劳动和宗教、种族歧视的立场。我们的供应链最是多元化和全球化涉及全球1700家制造企业，雇员达到1600万那么因此我们不断的努力确保国际劳工标准得到尊重和遵守，我们致力于尊重人权，我们做法遵循联合国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经合组织负责任企业的行为准则。然后他说H&M 集团目前在80多个国家设有零售和采购业务，作为一家全球性的企业，我们必须遵守所有的市场的监管框架和期望，我们密切关注不断变化的立法。然后他就说我们不会和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我们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我们公开供应商名单，披露制造工厂、纺织厂和纱线生产厂的名单和位置，并且继续这样做，进一步加快我们全球供应链的透明度那然后他就说，他最后是这么说，他说呢，新疆是中国最大的棉花种植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供应商一直从该地区更好的棉花倡议 BCI 记住这个名字叫 BCI 更好的棉花倡议相关的农场采购棉花。由于该地区开展可信的尽职调查越来越困难BCI 决定暂停在新疆发放 BCI 棉花许可证，这意味着我们生产的棉花将不再来自那里。此外，我们将与行业和供应链伙伴合作，继续努力加强棉花的可追溯性这个声明其实是去年10月份的声明。那么团中央把一个去年10月份的声明现在拿出来示众肯定是有原因的，肯定是有用心的，不是一不小心发生的事情，那是计划好的然后团中央这个24号他10点钟发出的这个东西然后到了11点50他就发了一个很有煽情的新疆棉花不吃这一套，然后H&M 碰瓷新疆棉花，讲到碰瓷，然后又做了一个标语这个标语叫新疆棉花不吃这一套反正类似这样的然后人民日报转发H&M 集团一边抵制新疆棉花，
一边赚中国人钱啊，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段说法啊。然后呢，这个 H&M 就发一个声明，是这么说，他说啊，昨天就是24号发一个声明，说尊敬的顾客啊 ，H&M 集团一贯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管理我们的全球供应链，确保全球范围内的供应商遵守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承诺、经合组织责任企业商业行为准则，然后并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H&M 集团通过全球认证的第三方来采购可持续的棉花，目的是支持世界各地的棉农采取更可持续的种植方式来种植棉花。H&M 集团并不从任何供应商采购棉花。H&M 集团一如既往地尊重中国消费者，我们致力于在中国长期投入和发展。目前，在中国与超过350家厂商合作，为中国和全球消费者提供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服饰产品。H&M 就在这个声明里面，其实他是把前面的那个话重申了一遍，只是没有讲他不从新疆进口棉花啊，进棉花，他肯定不从新疆进棉花，他是服装企业啊。H&M 呢是一家瑞典的公司啊，那么，这个他们以快速啊，迭代非常快，然后便宜啊，但是它又很时髦啊，又时髦又便宜又快速啊，就是时髦的快消品啊。那么47年创立啊，截止2018年6月，全球有68个国家开了店。分店数量是4338个，在中国有465家啊，65家门店，一年的营业额是74亿啊。那 H&M 其实它的那个声明当中讲的非常的清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个叫 BCI 啊 ，BCI 叫更好的棉花这样的组织啊，更好的棉花倡议啊 ，The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啊，这个倡议，这个叫 BCI 这样的组织啊。那么它是一个什么组织？它是跟随 BCI 取消了新疆地区的这个许可证，棉花许可证，他们是跟随 BCI 去采购棉花的。那么 BCI 是什么呢？所以其实源头在 BCI 啊。BCI 是一个全球性的全球最大的棉花可持续的项目啊，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啊，为23个国家230多万棉农提供这个种植培训啊。那么它有这个 BCI 的棉农生产了560万吨更好的560万吨这个更好的棉花，占全球产量的22%，所以它是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叫非营利组织啊。BCI 有1840个会员，到2019年年底，那么横跨从农民组织到零售商到品牌全产业链，它有1840家会员，那么整个产业链都包括啊。那么通过支持更好的棉花叫 Better Cotton 的生产和采购，按照更好的棉花的原则标准种植棉花，然后应对这个棉花生产的负面影响。那 BCI 的零售商和它的品牌会员在2019年采购了150万吨的棉花，就是他们会员的棉花。所以这个组织是跟随 BCI 的许可证去采购更好的棉花。然后呢 BCI 在2010年的10月21号，他发表一个新闻稿，题目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新情况。这段新闻稿到了今年3月会被重新编辑过。他新闻稿是这么说的，他说新疆地区存在强制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现象，
不符合该组织的行为标准，要立即吊销或者取消 BCI 的许可证。从2020年3月起 ，BCI 就已经暂停了在新疆地区发放棉花许可证，新疆的棉花也不再获得 BCI 的许可证。然后，这个有意思的情况来了，这个新闻稿我今天上去看已经被删掉了啊。然后呢 ，BCI 有一个在微信有个公众号叫 BCI 良好棉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3月1号发表声明啊，发表一个声明啊，说近期 BCI 上海代表处收到之前部分新疆执行合作伙伴的问询函啊，在此郑重声明 ，BCI 中国项目团队严格遵守 BCI 的审核标准审核原则，从2012年开始对新疆项目点所执行的历年第二方可信度审核和第三方验证，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啊。然后他说 ，BCI 上海代表处将与新疆执行合作伙伴继续保持沟通，共同维护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这也非常有意思吧 ？BCI 去年10月说新疆有强迫劳动的事件，然后这个事件到了今年3月份被编辑了一下，之前我就不知道了，这是编辑之后的结果。然后这段新闻今天就不见了，然后你就能够搜到 BCI 上海代表处的一段声明说没有这个强迫劳动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中国地区的代表和他们总部的态度出现了冲突，然后总部就把他的自己的那段新闻稿给撤下来了现在我们不知道他们总部有没有给新疆地区的棉花发放许可证这是肯定，这个我们现在不清楚。他到现在 BCI 的总部也没有发表任何一个新的声明，这中间有点诡异那么 BCI 的组织成员有哪些呢？我念给大家听，大家耳熟能详：优衣库、GU、Zara、Pull and Bear、Bershka、H&M、然后是Jack and June、Only、Veromoda、Selected， 然后是耐克旗下耐克、AJ、匡威，然后是无印良品、Ralph Lauren、Lacoste、那个 C&A、Tommy、Gap、阿迪、Reebok、迪卡侬、Puma、Kappa、New Balance、宜家、Performation、C&A 全是大牌子，全部都是然后那个 H&M 集团在中国的销售，我们讲一年是74亿，占它总个集团的销售收入的 6%， 苹果占 15%， 耐克占 19%， 雅诗兰黛 24%， 2018年是13%那么苹果原来是 20%， 现在占到 15%然后还有个跳船的安踏赶紧跳出来，今天说注意到近日 BCI 发表的声明，对这个事件严重关切，我们正在启动相关程序退出这个组织我们安踏一直在采购使用中国棉产区出产的棉花，包括新疆棉好，我们讲一下新疆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新疆的这件事情烧起来是怎么烧起来的？这为什么他们会发表，就是 H&M 会发表一个这个声明这件事情烧起来的是因为澳洲，所以为什么中国会恨澳洲？澳洲老是给他捅事儿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一个叫澳洲政策战略研究所的这机构，去年的3月1号公布了一份56页的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呢说有83家跨国公司，包括耐克啊，他们的供应链工厂，他们的供应链里面的工厂，就是为他们供货的工厂，有什么情况呢？有雇佣新疆在教育营维吾尔族工人的情况啊，这个情况，记得苹果也发生过啊。这个报告呢就要呼吁这个舆论啊干涉强迫劳动的跨国公司，向这跨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加强对供应链企业雇佣工人的情况的人权进行保证。那么就是因为这份报告，那么全球超过250个人权和劳工组织7月23号正式发起一个倡议啊，一个什么运动呢？叫结束中国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的运动，就是全球250个劳工团体啊发起一个这样的运动，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为了推动国际服装品牌和零售商停止采购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原料和产品，将这个供应链移出新疆。然后呢，7月23号，美国的服装和鞋类企业协会啊，叫 AAFA， 美国鞋类分销商和零售行业协会叫 FDRA， 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 NRF， 美国时尚产业协会 USFIA， 零售领袖协会 RILA 共同发表声明，就是说对这个强迫劳动零容忍。所以你可以看 H&M 的这个声明跟这有关联啊，就是都是有关联的。然后大家知道，废除强迫劳动是国际劳工组织认定的8项核心公约之一，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啊。那么，国际劳工组织在95年就已经推动啊，这个全世界就是形成在他们的法律当中有一个约束力啊，就是不能够强迫劳工啊。那么，然后就出现了什么？然后就出现了就是耐克。耐克其实在去年的9月份和H&M 差不多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跟什么有关系？跟川普是有关系的啊，跟川普有关系。我们先把这个声明讲。耐克当时就发了一个声明，说那个耐克致力于道德和负责任的制造，我们坚持国际劳工标准，我们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与之有关的强迫劳动的报道感到关注。耐克没有从新疆采购产品，我们已经跟我们的合作供应商确认，他们也没有使用该地区的纺织品或者是短纤纱。那么我们一直在中国的供应商与我们的中国供应商进行尽职调查，以识别和评估维吾尔族或者来自新疆其他少数民族族裔在中国其他地区有就业有关的潜在强迫劳动的风险。然后他就否认，他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道不准确啊。然后这个耐克和浩远鹏制衣厂、青岛吉发集团、昌吉益达纺织或者益达在这个新疆没有任何设施和关系啊，他就否认这个关系。然后他就最后说了一句话，大家就知道什么关系了啊。耐克非常重视有关强迫劳动的任何报道，我们一直在与多方利益相关者工作合作，评估有关维护我们全球产业链完整性的集体解决方案啊。然后就我们应决策者的要求，定期就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提供见解和反馈，包括人权和产业链完整性，并为游说反对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或者任何其他拟立的强迫劳动立法。这是耐克的声明。那么始作俑者其实是谁呢？始作俑者其实是川普。整个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谁有关系？跟川普有关系。川普是去年2月份开始关注这个新疆议题，
那么为什么这些品牌商在10月份发表声明？是因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叫 CBP 9月份开始9月份宣布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还有西红柿、就番茄5类产品这些企业当时是因为为了满足川普的这个禁令，所以他们就在自己官网说我们不会用，我们没有用，我们也将来也不会用新疆的棉花。那么所以这也是 CBI 当时出的这个其实 CBI 从3月份就已经不再在新疆发许可证，然后BCI 呢到了9月份就发了一条10月份发了一条新闻稿。BCI 发了新闻稿之后，才有 HM 的声明。HM 的声明就是说，既然 BCI 已经停止发放新疆的这个许可证，棉花许可证，那我们就不采购了，我们就不从那里采购了，这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然后实际上真正厉害的是什么时候？是今年1月份。今年1月14号，就是拜登总统就职之前1个星期，川普政府1月14号宣布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棉花和番茄5种产品。那么包括以这些原材料的制成品，这里面中间有一个问题当时的问题是什么当时的问题是CBP 呢9月份的宣布呢，他没有讲，这里面就还是政策有点粗糙，他没有讲不可以进制成品，只是不让进棉花他只宣布的是禁止从新疆出棉花。那么其实当时还是有很多进来那么到了1月份的禁令是什么？全面禁止棉花及其制成品。这个后面这个才关键，因为老实讲，怎么会用他们的棉花？不用他的棉花。所以今年1月份就扣留了43批价值200万的货品，大部分是纺织品那么新疆的棉花是什么概念？我们一定要知道新疆的棉花什么概念。新疆的棉花，去年新疆的棉花产量是516万吨那么占中国全国棉花总产量的 87.3%， 占全球产量的 21% 那么新疆从这个总产量、单产、种植面积，然后这个调拨量，就是棉花的调拨量，连续26年全中国第一。所以你要知道，在中国，如果你要做纺织品或者是棉制品，你是绕不开新疆棉花这件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包括只要你说我们不能用新疆棉花，或者不能用新疆棉花及其制成品，意味着什么？其实最终的结果就是你是没有办法从中国进口任何纺织品。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我们举一个例子，影响有多大？深圳有一家上市公司叫新疆华服时尚他是这么说，他说就是新疆的企业，他是新疆的纺织企业，他说已经有美国很多个品牌订单已经取消了订单，他去年亏损多少？5430万美元前年2019年这家公司的净利润是6250万美元，前年是挣6250万美元，去年是亏了5430万美元，也就是里外里差1个多亿美元。全球数千家公司都受影响。其实这件事情真正的影响是川普的这个禁令那么包括谁呢？包括玛莎，包括耐克，包括 HM， 其实都受影响但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但是那么今年1到2月份，中国这个服装出口还是在增长多少？
纺织品出口增长60%，服装出口增长50%。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到美国啊，肯定是出口其他地方了啊，是不是到美国我就不知道啊。这是一个，这最后的问题，为什么是 H&M？ 这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 H&M？ 你可以看到啊，那4个国家，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4个国家联合起来，就新疆议题制裁中国，然后中国反制谁啊？反制欧盟啊。那么其他2个国家没有反制啊。那么反制欧盟以后，然后就中国的外交官不断的被欧盟的这个国家这个召会啊，要跟他们抗议啊。这个反制之后的后果就这样。其实为了新疆议题，中国其实在促进一个我们叫跨太平洋的联盟正在形成啊。这件事情当中，在新疆议题当中，中国面对一个非常困难、非常难堪的一个外交局面，于是他就想，我要找你们算账，找谁算账？在我们这里的你们的企业算账。好，算谁的账啊？第一个跟新疆有关系啊，第二个你得足够大，否则的话影响不大啊，要有影响啊。第三个不能是美国企业啊，为什么？现在正在套的美国拍美国马屁呢，想搞好关系都来不及，你还去搞美国企业。所以耐克发表一个刚才我看见耐克又发了一个声明啊，那不能搞美国企业，那搞什么企业？也不能搞日本企业，日本企业现在正在跟美国走在一起，也不好搞，那就搞一个什么呢？搞瑞典的企业吧。瑞典企业为什么要搞？为什么搞瑞典企业？第一 ，H&M 足够大，在中国有大的利益啊，93亿年74亿，74亿等于10多亿美元啊，很厉害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瑞典跟中国有牙齿印，有仇啊。之前这次瑞典也是个目标。还有一个，当然最重要的是，瑞典的地缘政治角色并不强烈啊，没有很强烈的、很强大的一个地缘政治的角色，大概欺负他就好像好办一点啊。中国的传统智慧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智慧的精确的判断谁软谁硬啊，这传统智慧啊。那么找一个 H&M 啊 ，H&M 有足够大啊，这就是为什么要找 H&M 的原因啊。但是在这场事件当中，我觉得有2点我们要注意啊。第一点，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浪潮，其实都是官方的煽唬啊。你可以看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谁？共青团中央啊，共青团中央是干什么的？共青团是干敲锣打鼓的，正好他干这个事很合适，很符合他的角色啊。敲锣打鼓嘛，那就敲锣打鼓。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持续下去，别忘了瑞典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它背后站着欧盟。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搞起来，后果他自己难以收拾啊！你想一下，中国正在跟欧盟谈判，已经签了啊，中欧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是帮助欧洲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你现在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 H&M 被你来收拾，你想一下，你这个中欧投资协定不想要了吗？你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反面的证据证明投资协定没有什么用吗？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外交上的失策已经乱了方寸，已经乱来了，这已经是乱搞一气了。而且 H&M 的那个声明是去年10月份的声明，你现在拿来做什么文章？这明显是就把去年10月份的这个尽职调查声明拿来做文章，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别有用心
对吗？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整个的来龙去脉就是这么回事。那我们继续观察呗，继续观察。如果他这件事情现在我看是没有完，看他搞到什么地步吧。对于 H&M 来说，中国的市场占6%，当然也是个很大的市场，但是对他来说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你要 H&M 跪下来，我觉得以前单打独斗一家企业你整他没话讲啊。那么现在不是一家企业，你想一下，这个会员有多少家？你想想这会员有多少家啊？从耐克一直数下来，优衣库、Zara 全部都是啊。所以你凭什么说？其实发表声明的不只是 H&M 跟耐克，还有其他的啊，他就不找啊，他就找 H&M。所以中国是很精准的知道谁软谁硬，好吧？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今天的这个议题呢，这个议题其实有点复杂，复杂在哪里呢？复杂在于说那个 CDI 啊，这个 CDI 它的这个角色有点奇怪啊，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这个奇怪之处叫 BCI 的角色非常奇怪，他已经因为美国制裁新疆的棉花和用品，他已经发了一个声明，然后他自己把它删掉，然后你看3月1号，他的中国的机构发一个声明，跟他之前的声明完全是反着的啊，这中间什么情况我不清楚，这是一个比较让人疑惑的情况，是不是各自谋生呢？或者是像他这样的组织，因为他是个非盈利机构，他的中国这边的组织是不是被渗透掉了也不一定啊。所以这个我在这件事情上花了好多时间去看啊，但现在还没有答案啊。好，明谢 Helen Wu， 谢谢，最近几期节目都相当精彩，感谢，谢谢王老师，谢谢啊。Mike 猪，谢谢 HJ1985， 谢谢啊。情况 HM 是一家从好几年前就可以用5件旧衣服换一张正价8折券的快消服装公司，别的品牌就没有见过有旧衣服回收箱。OK， 是吗？我都不知道，我不买，我很少买衣服，我买衣服就是跑到这家店买完了就走了啊，没有比较啊。情况：中国纺织品2020年出口1400多亿美元，其中大多数是国内厂商给国际大厂代工。一旦纺织品受制裁，将会重创中国经济，影响潜在就业人口是1500万以上。我觉得等大家一定要等6月份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影响啊，现在都不算。观点：对付价廉物美的快消巨头 ，H&M 是要把一波不问政治的各类人士，甚至可能是傻白甜的人畜无害群体，生生逼成反贼，继续加速啊！能不能不要写这么长？我得喘口气儿啊！观点：中共现在的行为是杀鸡儆猴。他们完全不敢动耐克、阿迪等大品牌，H&M 是大品牌 ，H&M 不比这个阿迪呀、什么耐克小啊 ，H&M 也是很大的品牌。他主要是选国家吧，选瑞典，觉得瑞典没有，但是他忘记了瑞典背后站着欧盟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这么选是没有政治常识啊。情况：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棉花进口国之一，而棉花进口量
大是因为服装纺织行业的发达，很多国际大厂都位于中国，所以中国的棉花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说是供应全球的。responsible supply chain 指的是不只是棉花的采购会要求所有的供应商都不和这个违反了规定的厂商合作，例如供应部纺织品的供应商同时不能用新疆出产的棉花，这是有一定压力和影响。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棉花出口商是谁吗？是美国。第一大进口国不是中国，第一大进口国是中国，第二大进口国是越南，所以可见很多服装厂已经搬到越南去了所以第一大出口国是美国。提问：耐克、阿迪、优衣库、无印良品厂商从去年开始均有类似的不使用新疆棉花的声明，为什么中共只在这个时间点挑 H&M 修理？是否考虑到其他厂商创造就业岗位的其他因素？不是的，他选的是国家，他是根据国家来。耐克他不敢碰，阿迪也不敢碰，优衣库也不敢碰，优衣库、无印良品都是日本，都不敢碰，就找这个 H&M。我觉得主要跟就业岗位没有关系，主要是什么？主要还是第一，你要足够大；第二，地缘政治角色没什么突出。日本不敢碰，你日本碰，现在日本你刚刚都说了，我们今年准备进行这个全军演习，日军要进行全国演习，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中国现在的这个叫什么？中国在海警船这件事情上把日本惹翻了所以现在日本他态度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所以这次这个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去日本，为什么发表一个这样的共同声明，直接点名谴责中国？这日本很少这么干就中国把日本变成了反贼了，等于是这种情况提问 H&M 这么做失去一部分客户的时候，会不会得到一部分新的客户？比如说我，总的算下来可以打平吗？那肯定会损失，但是你对 H&M 来说也没有别的选择，也不是他。老实讲，这件事情 H&M 是冤枉的。为什么冤枉呢？第一个，你想一下，美国出一个禁令 ，H&M 最大的市场在哪里？在美国。中国只有美国市场的一半都不到它最大的市场在美国。美国说你不能用新疆棉花，那说我没用新疆棉花，我声明一下，怎么不行呢？我尽职调查，它是个尽职调查，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也是跟随叫BCI 的要求来做的 BCI 把那个许可证一撤销，它就不从新疆进，它只是一个这个，只不过中间提到了新疆的1、2、3、4、5个问题呗。我估计中共气的可能是这个原因这泄露国家机密提问：现在有一条微博热搜说新疆棉花中国自己也不够用，请问西方服装品牌对新疆的棉花抵制会给新疆的棉花带来多大实质性的影响？新疆的棉花不够用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帮别人做代工才不够用。中国生产了全世界，我印象那个时候，现在就不知道了，以前全世界大概40%的衣服都是中国生产的，所以中国要进口棉花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穿不了那么多衣服，中国哪穿得了？中国好多东西都穿不了，用不了键盘，全世界60%的键盘中国生产的，那全世界的中国的世界工厂，那你要算的就多了去了。那中国什么叫世界工厂？它就是供应全球的。棉花不够用，新疆的棉花不够用，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要生产，帮这些品牌代工，用于供应全球的衣服，所以你的棉花不够用的。如果大家如果你出口都不让出口了，那你用不完，你还得出口吧？以前中国是棉花出口的，变成世界工厂之后，中国的棉花就不够了，就进口了。这跟中国的这些钢材啊、原材料是一样，铁矿砂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达卡布拉格提问：今天有2条大新闻，一是王先生评述的 H&M 事件，因为触动了中国和欧盟最敏感的神经，掀起了网络狂潮。但发生在苏伊士河的断航事件似乎就没那么令人关注，这可是世界海运的大动脉，直接关联着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物流，特别是原油运输。请问王先生对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有何判断？就看他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吧。现在才刚开始啊，我们先关注一下吧。因为实际上如果他拖下去呢，当然影响很大，因为你就意味着堵在两头的船越来越多嘛。这个影响当然很大，因为那是大动脉啊。但是这些年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船开始走好望角，已经开始有一些走好望角的船啊。那么你赌一下，那很多人就觉得我走好望角可能是对的啊。情况听王先生前一个节目有感，最近网上的粉红也会拿自己的薪水来吹嘘中国很有钱，结果他们领到的钱往往比墙外认知的低薪还要少。中国除了贫富差距之外，资讯封闭程度真的大到无法想象。我就经常讲，中共建政到现在，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是什么？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叫信息权。从中共建政就开始它就进行信息封锁，然后信息封锁的后果是什么？他手上就握了一个权利，这个权利是什么？信息权，就是我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然后他就按照这个级别看不同的文件啊，内参、大参考、小参考，然后不同级别的官员有不同的知情权。所以中共干这事情干得非常的熟练，他干了几十年了，都干这件事情啊。所以小粉红们其实是被捂着耳朵蒙着眼睛，处于一个这样，然后就告诉你只听得到他想让你听到的东西，他不想让你听到的东西全部都听不到，除非你翻墙一不小心这样就要抓你啊。现在就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小粉红们其实是又可怜又可恨。可怜就是他们其实是处于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处于一个被蒙蔽的状态。可恨的是他们还挺乐意啊。情绪看到一个比喻与大家分享，对于东施姑娘而言，当所有长得好看的人都说她丑陋邋遢而拒绝与其交往的时候，她除了说服自己家人说那些人只是妒忌她的绝代风姿之外，似乎还拿起了镜子与毛巾，认真做些与改变自己仪容有关的事情啊。对，那是情况，感觉抵制 H&M 就是做做样子。他旗下的品牌比如 COS 还依旧在天猫旗舰店，那他旗下还有很多品牌，我看一下还有谁啊？我看看还有谁。H&M 底下，这里没有不知道，我就不懂了这个情况。Netflix 上面有个大葱产业的纪录片，揭露了美国最大的大葱供应商旗下的剥皮大葱是由山东各个监狱的罪犯用嘴剥的。刚开始还正常用手剥，但是一天10几个小时强制劳动，令这些囚犯双手损伤十分严重，很多人10个指甲都剥落了一大半。这个品牌的剥皮大蒜在 Costco 以及很多超市销售，希望大家不要购买。OK， 是吗？我就看一下这纪录片啊。
我没有读这个供应商的名字啊，因为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要去看一下，好吗？观点：专门停下手边的活，说一句：王生的衣着明显是王太太的手笔，是品味很好。听王生念服装的品牌名字就能听出来，王生对服装时尚没有心思研究。我是没有心思研究，我是这个我都不懂啊，我只知道到这个店，这个店有我的衣服啊，那我就进这个店买，然后觉得还不错，那以后我还去这里买，我大概就是个这样的人。你说我去比较这几个店哪个店更好一点，我没有这样的，我没有时间去逛，我不是一个爱逛商店的人啊，我是一个这个目标消费者，就是很清楚我要买什么，然后我就去买，买完就走了。观点最强大的堡垒往往是内部坍塌的。习近平堵死了整体向上发展的通道，堵死了党内的上升通道，堵死了别人当几年皇帝的路，肯定会让党内怨声载道，让党内更不稳定。OK， 党内不稳定，他就消灭党内不稳定的人呢。情况坐标上海，我所在的公司通知员工可以登记免费打疫苗，看来疫苗的接种数量没有达到上面的要求，结果发现很搞笑的现象，平时许多同事都是小粉红，朋友圈唱赞歌，大赞共党的好，结果真碰到自己头上，就算是免费疫苗没人敢打。所以说中国的人谁也不傻，谁都知道怎么回事，平时装出一副爱国爱党的样子，为是自保，真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就能看出真心了。提问：今天五毛开始说中国不在乎中欧贸易协议，是否习近平又要厉害一把？这个我昨天我就看见有人在这个推特上说还是个大 V 啊，说这个中国根本不在乎这个中欧投资协定，然后我就跟了一句，我说真的吗？何出此言？然后就没回我啊，都是个大 V 啊。你说五毛开始说，看来是有道理啊，他们是在做这个准备嘛，啊，我觉得他们是在做准备，就准备这件事情过不去了，过不了啊，这件事情过不了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过不了，那欧盟跟中国就翻脸，就彻底翻脸啊，那就中国就帮这个布林肯把这个欧盟的工作给做到位了啊。观点：王老师每次说武力攻台都说渡海作战很难，可是除了渡海还可以空降。二战时美军就空降整师的军队到德军后方展开作战，因此未来的打击可能来自空中。对王老师有什么评价？我真的不是军迷啊。你说的没错，我也看过诺曼底登陆的这个电影，我看过很多啊。那么诺曼底登陆作战肯定是你说的有101空降师、82空降师在敌后登陆啊，然后还有同时这个海滩登陆，5个海滩同时登陆，那5个海滩死了很多人啊。那么登陆作战就说你要跨海去占领另外一个地方，你不用登陆作战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空降的数量是不够的啊！你要占领对面的一个区域，那你必须用渡海、用渡船来运送大量的部队。你想一下，诺曼底登陆是几十万人，你空投怎么空投？空投不了那么多呢。而且你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运送这么多部队过去，否则的话，你运一点过去被打掉，再运一点过去再被打掉，那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这叫什么？这叫撒胡椒面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我虽然不大懂军事，但是这点常识我是知道的。你一定要占领对面的一个区域，你必须渡海作战，才有足够的运送能力。空投可以，你作为敌后的这种机动部队、机动力量是可以的，
但是你是不能够把它作为主力部队的啊。就像共产党说我们抗日，我们敌后力量是中流砥柱啊。怎么叫敌后力量能作为正面力量才是中流砥柱？敌后打游击，你如果正面没有正面力量，那个国家不就灭了吗？你要有一条战线，两军对垒，中间正面当面你要堵住它，这就有一条战线。你正面力量不堵住，那后面不就全部沦陷了吗？那你敌后有什么用？所以中共讲的违反军事常识的一句话观点：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中共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欧盟跟进，接下来中共要面对全球声讨，中共要各种让步，那还得了？赶紧反击 ，OK。所以中共有一个叫什么叫底线意识，就习近平上台之后不断的强调底线意识，我们不能退，一退就完蛋了啊。提问：这些服装品牌为什么要出这样的声明？明显会惹怒中国政府。低调把事情做了就不行吗？低调没法低调啊！美国政府要他不能用新疆的棉花，他是个服装品牌，他是公共企业，他怎么能够不声明呢？他要声明的啊！他不说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他发这个声明对他是有意义的啊。提问：我很困惑，如果犯罪不能强制劳动，罪犯不能强制劳动，用什么来教育他们呢？美国的罪犯是不是比流浪汉过得还舒服？所以现在监狱都不够用，只好轻判或者不判，结果导致社会安全受到影响。这就是劳改已经把我们的脑子已经装满了我不想在这里谈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想，你自己去网上做功课吧这种问题你自己做功课。中共的劳动改造是违反人权的那为什么违反人权？你去研究一下好不好？提问：王老师能不能做一期新疆专辑？新疆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的讲过在各个节目当中都讲过。我们要不要全面的做一个专辑？我做不了。其实我是很想做的包括新疆的这个种族灭绝，包括新疆的这个维吾尔族穆斯林受到的迫害。我现在手上的资料并不多就是说我现在看到的都是很零星的一些分散的资料，没有办法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图画。我要是做一个这样的专辑的话呢这么零散的材料对我来说不好做不好弄我看吧，如果有条件成熟我还会做，但是我现在不能答应，好吗？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鸣谢叶知秋好久没见了。对默默在幕后支持节目的美西和字幕工作者表示敬意我也是，我在特别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字幕组非常了不起，默默的不断的给我们制作我们的字幕，所以我们字幕其实是在不断的更新的但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字幕会比我们的节目晚几天，所以请大家留意，如果需要看字幕的可以过几天反过回去看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节目都有字幕，好吗？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